是庄开文，欢迎收看 T 观点。今天要来关注的是气候变迁底下我们餐桌上的危机与转机。2023年到目前为止呢，各地猝不及防的暴雨、大规模的野火频传，让人不禁怀疑人生。尤其呢，极端气候造成了为数惊人的气候难民。联合国难民署就统计了，已经有2000万人因为极端气候而远离家园。这张照片让人印象尤其深刻。这是2021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时候呢，图瓦鲁外交部长特别站在海水当中，为的就是要告诉大家，图瓦鲁正在下沉哦，凸显气候变迁所造成的冲击。而年底就是 COP28 了，世界银行却还是悲观的预测，在2050年之前呢，气候难民会达到2亿人，其中亚太地区还有南亚地区加起来可能就会多达有将近9000万人。但可别以为我们不是气候难民就没事哦，极端气候也造成了农作物欠收，甚至引爆了粮食危机。人类如果不赶快的采取对策，并且身体力行，最终受害的还是自己。但是放眼我们周遭啊，浪费食物的状况还是比比皆是。有一项统计就说了，台湾1年所浪费的食物平均多达384万吨。如果我把它放到厨余桶当中，把它堆叠起来，整个高度相当于13500座的101大楼。好，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今天就请来主厨教我们如何做出5星级的剩食料理。就算您想要外出用餐的话，现在也有所谓的绿色米其林指南可以作为参考。节目一开始就让我们先来看看今年的气候灾难究竟已经有多么严重。北非国家利比亚东部沿岸几乎泡在湍急的洪水中，分不清楚海岸线跟陆地的交界。And people woke up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when the storm hit, seeing their homes flooded, some say up to 3 meters, and then desperately trying to find a way to get out. And of course, with seeing these images of just water everywhere, cars were swept away, people swept away. 透过空拍画面可以看到，利比亚首都迪里波利东方约900公里的城市德纳泡在黄水中，低矮的房子跟车辆直接灭顶，积水多到如河流、湖泊。Which has wiped out entire villages, reportedly killing thousands. Images from the region show collapsed high-rise buildings, submerged cars, and torrents of water rushing through city streets. 德纳是一座有1000年历史的古城，却在这500年一遇的暴雨之中遭遇浩劫，25%的市区完全消失。利比亚人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猛烈的暴雨，破纪录的400毫米雨量，也就是当地60%的年雨量，在短短1天之内就下完。利比亚经历长达10年的内战破坏，面对天灾根本不堪一击，尤其是极端气候肆虐的今日世界。早上的雨势来得特别的快。同一个时间，中国大陆有好几个省份遭到华西秋雨带降下的暴雨酿灾，陕西西安的居民差点被冲走，在广东还有70只鳄鱼竟然趁着暴雨的时候逃出养殖场，顺着洪水逛大街，吓坏居民。那个鳄鱼出来了，这么多出来的，大家都心里面挺担心的。半个地球之外的美国东岸也豪雨成灾，路面还出现可怕的天坑，麻州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这只是冰山一角，因为有报告就指出，今年美国的气候灾损恐怕超过10亿美元。还有学者警告，极端气候甚至吃掉了欧洲的 GDP 成长率，侵蚀所有经济成果。To go across the whole swathe of various economies, including obviously areas like construction, manufacturing, but also the service arena and so forth. Banks will have to potentially post more capital according to where they're lending, who they're lending to, which region is that region exposed to more extreme climate events. 既然气候变迁已经难以逆转，政府环境保育跟防灾政策势必得重新修改来适应新的现实。毕竟这是人类自己种下的恶果，后世子孙都得概括承受。气候危机正在全球上演，没有任何人可以置身事外。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世界银行所做的报告可以看到台湾呢是面临3种以上自然灾害的高风险地区哦。同时，如果发生多项天灾的话，您会看到了，不管是人口或者是土地，都会有90%以上受灾哦。那么，而且我们跟其他国家相比的话，居然是高居首位呢，真的是不可不慎。像是最近引发的这个蛋危机来说好了，据说
说也跟气候变迁有关系哦。因为呢，我们有没有想过呢？这个气温如果太高或太低的话，都是会影响产蛋率的。另外呢，在粮食的方面也是这样子。以台湾的南部来说好了，那么先前呢，嘉南平原有600多天没有降下大雨，结果导致全年休耕，但是后来又暴雨连连，哇，到底该怎么办才好？有没有具体的解方呢？马上来介绍2位来宾。第一位要介绍是文化大学大气科学系的曾宏洋教授，曾教授您好。大家好，主持人好。好，当然的，曾教授同时也是台湾气候服务联盟的秘书长哈。好，另外一位我们要介绍是绿色餐饮指南的创办人，同时也是 Green Media 的这个创办人黄俊成。俊成你好。凯文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首先要来请教曾教授的就是，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世界银行他们就有推估2050年的时候，这全球的气候难民来说好了，光是非洲地区就会有上亿人哈。那么至于我们所处的亚太地区，也有4900万人哦。好，请问台湾是不是也涵盖在内呢？台湾真的会出现所谓的气候难民吗？如果我们在这一种气候的变迁之下呢，那我们会碰到的大概是主要会有3个特征点会出现。一个是所谓的极端，就是温度非常的高，或者非常的低，或者雨非常的多，非常的少。那第二种呢是呢在空间上面的一个改变，过去这个地方下雨，现在不下；过去这个地方不下，现在好雨连连。好，那第3种是时间上面的一个问题。那也就是说，过去只有在冬天发生的现象，现在在夏天也会发生。相反的，夏天的现象呢，对不起，冬天也出现了。那就变成说整个季节混淆。那如果这3个又同时合在一起，那问题就更严重了。那就变成我们的生活环境整个被改变掉了。那我们知道，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跟气候有关又跟没关的，那就是海平面上升。那我们来看一看。台湾在这个地方里面呢，我们可以去回想一下，在我们的生活体验里面，我们发现好像这3者都有。我们的沿海可能会面对到了海平面上升，我们也可能面对到因为干旱所造成的农业的减产，我们也可能面对到雨要么下很多，要么不下，那也就是要么淹水，要么干旱。那如果干旱的时候，我们又变成了我们有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沙尘的现象或沙漠化的现象。如果那个区域恶化到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就只能被迫放弃原有的舒适的生活。现在台湾有哪些地方已经是在那个气候难民第一排？可不可以比较具体的把它大概我提出预警？们可以看到了，大概就是在云林这一带，因为这一带它所能够看到的，那当然海平面上升，对，那也有人为因素，我们的地下水的问题、盐化的问题，再加上我们气候的干燥，那南部地区实际上来讲，在未来的评估里面，它的水也会越来越不均匀。好，所以台湾真的是不可能幸免于难了。所以我们要来注意，台湾是不是已经站在这个气候悬崖上头？因为有学者就推估说，未来台湾的台风数量有可能会减少40%吗？以及连续干旱天数将会增加。还有也有学者预警说，缺水风险将会更高。请问教授您怎么看？好，这样子直接先给一个答案。第一个，我们打个问号，后面2个。大概几率非常的高好，为什么这样讲？未来台风到底会不会增加还是减少？因为那个不是只管一个台风生成的总数，因为台湾刚好是在台风会不会经过的那个转弯点，所以它会或者不会，对不起，就差那么一点点，差100-200公里。可是100-200公里在全球的尺度里面，对不起，那个很小，来与不来。说实在的，我们没有办法那么精准。那可能有一些会预估这样，但是也有一些预估是相反的。所以这一点我们先保留一点想法。好。那第2点跟第3点呢，实际上它是在一起的。如果我们画一条线，把过去呢，水量最多的那一年，下一个呢，比它更多的，我们再把它连接，你会发觉那个最高点一直在往上升。那个最低点呢一直往下降，那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这样张开喇叭口，那意思也就是说干跟旱，对不起，非常的清楚。那也就是说我们的降雨
第一个就是很简单的，就是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把一年的降雨都降完了。对，现在没有几天有雨水。对，那其他的通不降雨，那也就是说，那我们不下这一种比较大的降水的这种连续不降水日，它会增加。那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不只是我们会有干旱，好，还意味着我们会有比较多的这一种水的这种水灾、淹水的这一种的状态。所以第二跟第三，实际上也是台湾面对最大的挑战。所以对于台湾来讲，这个气候方面的挑战反而是更高了哈。是。好，气候变迁会导致我们餐桌上的危机吗？我们继续来看到，就是其实哈，在 NASA 他们也做了一个研究报告哈，他说全球总产量最高的是哪一种农作物呢？其实就是玉米啊。但是根据他们研究，就是在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之下，到2030年的时候，全球的玉米产量会下降24%哦。好，再来看南韩，不是大家很喜欢吃泡菜吗？问题是南韩也面临了他们的太白山的大白菜居然减收有1/3哦，据说也跟气候变迁有关。再来呢，就是印度了。我们知道全球产这个稻米最多的一个出产国家就是印度，但是他们今年的稻米减产了，为什么？主要是因为夏季降雨量减少了30%到40%，结果导致他们的稻米减产了1000万到2000万吨左右哦。那么台湾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因为降雨的关系哈，那么使得那个嘉南平原全面都休耕了啊，这还是首度看到的一个状况。请问一下，台湾的农民现在有找到好的对策吗？其实气候变迁这件事情，可能过去是一个黑天鹅事件，但是在未来的时候，它可能会变成灰犀牛，就是你明明知道它正在发生，而且你也看着它正往你身边冲撞过来，但是你很可能你是没有办法去回应。那在台湾的话，农业技术相对的会比较好，所以我们的农民在这方面他的作为也会比较多元。那第一个我们会比较会希望能够做的就是保种跟育种，譬如说我们把一些部落的原生种，或者说已经在适应在台湾这块土地的这一些作物，它可能是抗旱，或者它可能比较不怕盐分，像这样子的作物去把它给保留下来，然后去把它给富裕起来。以像吉利巴带是阿美族的一个稻作，然后它是长毛的。那因为它长毛，就它有那个芒的时候，所以它会比较不怕小鸟或者是昆虫来吃。像那它本身也非常抗旱，所以当缺水的时候，过去的时候我们会追求最大的经济产量的这些稻作，它可能会因为缺水的时候，它马上就没有办法再去耕作了。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把原本已经适应在这块土地的一些原生种要把它给富裕回来。当农民他开始在改变他的农作物的时候，消费者他也开始必须要接受一些食农教育，或者说餐饮业者他开始懂得去运用，因为因应气候变迁而产生新的一些食材，而不是我们传统会看到的那些大宗作物了。哇，真的耶，我们都没有想到说，因为气候的关系，就我们餐桌上的食物都会改变了。尤其就是不要以为说这只有农民啦，或者是畜产业者的问题。比如说那个蛋蛋危机，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嘛，就是说，可能太高温或太低温，那个鸡只的这个产蛋率都会下降等等哈，才会产生。台湾怎么时不时就出现了这个鸡蛋危机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哈？其实会直接影响到的还有我们的荷包。为什么？因为如果农产欠收的话，它的价格就会上扬。价格上扬的时候，我们就要多掏出钱才能够享受到一餐哦。那么这个危机到底已经有多严重了？要注意些什么呢？我们先看这则报道。爱喝咖啡吗？预算请多准备一些。极端气候打乱种植节奏，印尼西爪哇省的苏美当咖啡农们也成了气候灾民，咖啡豆产量跌至10年最低点。Penurunan produktivitas kopi dari kebun itu sekitar 50%. Ya, faktor utamanya di tahun kemarin di tahun 2022 itu curah hujan sangat tinggi. Jadi ketika kita beres panen, kopi kan langsung berbunga. Bunga kopi itu terus-terusan dihajar sama hujan, jadinya dia busuk. 印尼咖啡树的遭遇就像洗三温暖，淋完雨之后又给大太阳烤晒。圣婴现象让印尼2/3农业产区面临过度干燥炎热的夏季。苏美当地区的咖啡树多半是20多年的老丛，小农采用传统种植法，此时等待足够雨水灌溉，等于听天由命。Yang turun sebenarnya kalau kemarau panjang, tapi takut pohonnya mati. Karena kalau pohonnya mati, kita harus mulai dari awal.
气候危机逼近眼前，印尼咖啡小农们只能尽快寻觅资金，建设灌溉系统，先把咖啡树保住。但由于人工与化肥成本都升高，今年印尼咖啡豆预估至少减产3至4成。全球许多农业产区此时都在面临类似困境。美国伊利诺州农业小镇哈佛已经8月了，玉米还是长不高。从去年底到今夏，美国气候异常，干旱与暴雨交替，授粉成功率大降。8月10日的美国干旱监测报告显示，威斯康星、爱荷华、明尼苏达与密苏里州超过80%农作物因干旱受损。We're going to be completely out money on it. 就算农民增加成本，收获量仍可能减半，农业保险也难弥补。其实去年夏天干旱就已造成冲击，导致全美农民们担忧损失，冬季小麦播种面积大减33%。To be truthful of all the things, I think it's the mental stress that hurts us the most as farmers. Because we know, I mean, there's nothing we can do about it. 他并不孤单，隔着一个北大西洋，家中6代都务农的贝伊，站在法国北部桑加特镇祖传的麦田中，面对危机非常心慌。去年9月起，雨水太多，播下的种子都泡烂了。今年春天重新下种后遇到干旱，好不容易熬到8月，诡异的风暴却摧毁大半待收割的燕麦。Début août, on n'a jamais vu ça. On a eu une tempête d'hiver en plein été. 他的燕麦只剩往年不到1/3的量，喂自己养的奶牛都不够，如今也只能苦苦等待农业保险与政府援助。并非农民们不努力，而是极端气候发生的越来越频繁，难以预估。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近10年来全球的气候灾害是70年代的5倍之多，导致农民们种植节奏被打乱。好，根据非营利组织世界咖啡研究所做的报告指出，2050年之后，全球有将近50%种植咖啡树的土地在气候变迁的影响之下，居然会变得太热或太干，所以不再适合种咖啡了。哇，以后喝咖啡是不是也会成为问题呢？另外呢，我们来看到的是中研院经济研究所他们所做的一个报告，它是说包括了很多啦，像最近我们有感觉的就是番茄。那个小番茄好像变蛮贵的新闻也有报道。那么另外还包括了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玉米啦、木瓜啦，还有秋天要吃文旦，对不对？居然也会因为气候变迁而减产这都是做了研究报告出来的。马上来请教一下曾教授，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降低灾损？实际上来讲，我们在降低灾损的这个部分那大概刚才实际上俊成也提了一部分那这个就是说，我们在面对这些极端气候的时候呢，大概有2个方法，一个就是直接我去所谓的调试，就是不适合，那我就想办法用一些比较适合它生长的物种，但这个要提前因应。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所谓的减缓，那当然就是所谓的减少2氧这种温室气体的排放，整体上面来做。那农业将来除了不只是走向绿色的这一种食物或者这种饮食，它同样的生产的过程，它也要走向绿色。台湾即使这种气候的变迁最主要来自于温室气体的排放，那台湾即使都不排放任何一个温室气体，从现在开始，对不起。这一种气候变迁，我们还是无能为力，因为台湾的贡献度不到1%。那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一定会面对。那我们剩下的是什么？我们如何去面对？除了尽我们自己的义务，我们不去排碳，尽可能不去排温室气体之外，那我们如何去面对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就必须能够非常善用。就是说，台湾现有的科学科技跟我们现在的这一种的管理，能够让台湾的不管在农业上面，我们如何能够增加它的韧性。好，讲到这里其实我们就很知道，接下来要面临的挑战非常之多。难道还能够不要珍视我们的餐桌上的食物吗？这点非常重要但是问题是我们统计一下，全球的食物浪费有多么严重呢？居然有
大约生产的粮食当中1/3都是被直接丢弃掉的，总价值高达21兆。另外呢，光算台湾的家户，还有这个餐饮及卖场这些事业所产生的厨余量，一年有高达79万公吨哦。马上来请教一下，这个是因为观念的问题，还是生活习惯问题？俊成，你们在长期观察之后有什么样的研究？其实我个人认为这是经济的问题啊，因为以浪费来讲的话，它会有2个大类的浪费，第一个是生产上的浪费，然后第一个是消费的浪费。那以生产上的浪费来说的话，那一般来讲，我们会在农民在种植或者说生产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们会想办法会去种植市场上接受度最高跟毛利最高的一个作物。是。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当我们的农作物开始准备要去上架到通路的时候，那通路的话，它通常它会要求一个叫做不断货条款。那如果我今天因为通路它要确保是说民众来到这边来采购的时候，它一定都会有琳琅满目的商品可以买得到。所以这个供应商他的唯一选择，他为了怕被不断货条款会被罚钱的话，他就必须要去做超量供应。所以原本今天平常来讲可能是卖10个面包，他可能就会故意放12个面包上去，而这12个面包上去，他可能最后还是卖了10个，这剩下的这个2个就会成为他在它的毛利里面，它本来就预计要有的耗损。那通路它又不可能是说，我今天剩下这个2个面包免费去送给民众嘛，所以他们比较好的选择可能就会去送给食物银行。所以这整件事情上就会变成是说，当这件事情它是有利可图的时候，或者这件事情关乎着生计的时候，他在当下他明知道气候变迁，可是对一般的民众或是供应商或生产者而言，他会选择他现在能够活下去的方式，不管是通路或者是企业或者是餐饮，它的经营模式，它必须要做出相对应的改善，让民众有所依循。那所以这也是我们后来绿色餐饮所在推动经营模式的改变的其中一个原因。没错没错，很多事情干脆从自己开始试试看，做看哈，看看整个观念能不能形成一个共识哈。而且据说这个减少剩食就有3招是可以来遵循的，哪3招呢？我们马上回来会告诉您。另外其中之一就是要好好的运用食材哦。等一下我们就有请一位米其林级的大厨要来教大家剩食如何变美食，丑食如何变佳肴，请别走开。欢迎回到提观点。我们刚刚提到台湾剩食问题非常的严重哦，平均1年浪费的食物就多达384万吨。如果把它放到厨余桶，然后堆叠起来的话，你知道吗？居然是13500座的台北101大楼。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有一个新创团队，他们就弄了一个 App， 我们来看看该怎么做。黄色的玩偶就是你现在所在的位置，那你可以看一下附近有什么店家可以做预定。那绿色的话都是可以下单的。透过这即时媒合平台呢，我在上面先下单预定之后呢，店家盘点了今天会有多少没卖完的食物，确认接单之后就可以来向店家领取。像我这边呢，只要花50元就可以获得超过100元的面包。像我们这个福袋呢，我们习惯是尽量把它的金额通通都抓到100元以上，让客人更有物超所值的感觉。老板挑选不同口味的面包，装好满满一袋，但这跟一般福袋不一样，因为这些都是店家没有卖完但却完好的粮食，以往老板都只能忍痛当作厨余丢弃。你好，我看一下哦。在2021年，有一群人创立即时媒合平台，开始与店家合作，把所剩的粮食用亲民铜板价格出售，消费者预约排队，店家也能控管食材丢弃数量。我们大概都是每一天早上开店前就会确认今天进的订单的状况，然后再安排我们大概可以接几单。有时候生意比较不好，报废量大的时候就是很浪费了。那有这个平台之后，让我们报废量会减少。整个全台湾目前每年大概有浪费大概360万吨，但其实不可废弃量其实还有蛮多的。那我们目前去年上线4月到我们今年大概3月底，我们估算我们大概这样子大概可以减少大概75吨的这个食物浪费，真的可以用一种商业模式来运作，那又可以很有效用共享方式来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推车上猪肉、牛肉下了优惠折扣，依旧还有剩余。门市人员赶紧将这些即期食材装箱保存，由合作机构来店领取。当天如果就是会过期的商品的话，我们在期限还没到期之前，那我们在9点半的时候就会请这个社服人员来店里面索取。那他们要有好的这个保存的设备、保温的设备，然后在这个配送的时间大概半小时以内可以到达的一个地点。那目前的话，总共有大概有280家店，以及跟100家的这个基金会有一个合作。超市惜食处理换算成捐赠金额已经超过1.41亿，提供大约40万份的餐点。不管是透过平台媒合交易，或是优惠价格出售捐赠即期商品，把过往剩食概念翻转，创造出更多可能性。好，这段节目我们就邀请了知名主厨来展示一下这个丑食跟剩食到底要如何变身成美食啊！马上介绍的是都邦地方餐厅的创办人，也就是张浩福张主厨，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其实您的餐厅非常的高级，是米其林级的餐厅，所以呢，我本来以为它是一个法文发音，以为是念什么都邦之类的，结果它是台语的都邦，这个非常的有意思，有在地的精神。不过我们知道张主厨他这个经历非常的华丽啊，好好来介绍一下2023年台中米其林指南推荐的餐厅哦，同时也是绿色餐饮指南2业级的餐厅，还有年度最佳主厨奖，对不对？好，不过我们先来请俊成还是告诉我们，这个所谓的绿色餐厅指南被称为绿色的米其林，对不对？那米其林大家都知道，但是这个所谓的绿色餐饮指南又是什么呢？是不是告诉我们一下，它其实有很深层的意义？其实绿色餐饮指南它是从欧洲这边我们司法过来的，大概在2018年的时候把它引进，然后在今年的时候，我们跟欧洲的英国永续餐厅协会这边签署了一个备忘录，就等同是在台湾有得到绿色餐饮的审认的时候，也直接拿到了英国永续餐厅协会的一个审认。如果绿色餐厅要用最简单的一句话去陈述它的话，它叫做趋近低环境成本的餐饮经营模式。那我们会讲的是低环境成本，而不是在讲碳中和，而是说我们基本上会希望说，如果你在这个地方有排碳，那你就要在这个地方去做永续行为，而不应该是说在台湾污染，然后在亚马逊去种树，然后去把那个碳把它给抵消掉。所以基本上绿餐是不太接受碳中和这件事情，就是说你在哪边做，你就要在哪边做永续行为。那因为现在民众他的外食是比较多的，那你家里不开火，你把碳足迹都灌在人家餐厅身上，这个有好也有坏处。好的部分就是说，所有的碳权都往这边集中的时候，所以只要餐厅的经营模式去做改变的时候，其实它可以快速的去减碳。那绿餐的话，我们就一般来讲的话，我们第一个会希望说它是多尽量采用有机的植物性饮食。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你在挑选鱼跃或是畜牧的话，是尽量做永续的渔业的选择。还有就是在食材上的料理的时候要做全食料理，不要去浪费。譬如说像是胡萝卜的叶子，可以把它一起入菜之类的，这样子的一个全食利用。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主厨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对不对？其实像您的餐厅就是2业级的餐厅，对不对？这个2业级已经是全台湾最高的吗？目前台湾最高就是2业哦，因为3业比较不容易达到。好，我们就来看看主厨做了哪些事情。而且听说很多的客人到您餐厅里头用餐，就是要听您说菜，对不对？非常的精彩。好，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2道用剩食入菜的故事，美食背后的故事哈。比如说这一道叫做草地上的鸡，你以为是用鸡肉吗？我们来看一下，里头其实有一个隐藏食材，那是什么呢？揭晓，居然是鸡冠，是不是跟我们说一下？它非常有趣，因为每个月都会做所谓的产地拜访。那上个月去了彰化的分园，有一个农场，它是养古早鸡，而且它养鸡的方式非常有趣，它是把鸡养在荔枝树下面，所以让鸡跟荔枝树产生一个共生的关系。一个制造肥料，一个帮它吃虫，然后荔枝掉下来，鸡也可以吃。那我到那个，所以那个鸡肉会不会有荔枝味道？是，鸡肉非常好吃，而且它是鸡到处乱跑。是。然后我有机会去，然后他们也让我牧场的主人让我进去抱鸡。是。我把鸡抱起来的时候，我往下一看，你猜我看到什么？我看到了一个
硕大肥美、鲜艳欲滴的鸡冠。鸡冠，这只鸡代表它非常健康，对不对？才会有那么漂亮的鸡冠。但是我心里面想的其实是，它一定很好吃。主厨想的跟我们不一样。那几百年以前，的确在西班牙是会吃鸡冠的，而且只有皇室才有资格吃鸡冠啊。那我就想说，有没有可能可以让大家来吃吃看鸡冠？我就随口问的农场的主人，他说这个我们都直接丢掉啊。所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料理的方式在前头一样是用古法，譬如说我先漂水3-4个小时之后，川烫冰镇，然后加一些新香料下去炒，炒完以后再加鸡汤下去炖，炖完以后进调理机打一打，然后把它做成酱，我就把它塞在这个卷里面这个卷里面，因为它在荔枝树下长大嘛，所以我上面放了一些干燥的荔枝的肉，切碎撒在上面然后它在草地上奔跑，所以就变成草地上的鸡。可是，一想到说我要吃鸡冠这件事情，可能会有一些却步，对不对，俊成？没错，像上一次浩福他有准备一道料理是给小英总统吃，那当浩福说这是鸡冠的时候，我记得总统跟身边的一些政治人物他马上就皱起了眉头。对啊。那但是当浩福跟他说，这个鸡冠是有非常高的胶原蛋白的时候，我就看到总统马上就把它吃掉了。对，我现在一听到有胶原蛋白，我也会立刻把它享用。口感非常有趣。好，另外一道我们来看，也是用剩食料理做的，叫做北纬24的甜蜜。哇，这是甜点吧？是是甜点，它也有一个隐藏食材哦。好，我们一样来揭露一下它的隐藏食材，答案是什么呢？噔噔，不是苹果，注意是苹果皮耶。这又是怎么样的发想？因为在24度的意思是用的食材在北纬24度的范围里面。米 ，OK， 然后苹果，那用的是每年的台湾在8月底9月初开始就会采收苹果，那我每年只有在这段时间会使用苹果，因为是台湾在地的苹果。然后我在削苹果皮，我发现这个皮怎么这么香啊？我就吃了一下，我觉得它很好吃啊，所以我试着把它进烤箱稍微烘了一下，然后处理了2次，我发现它就可以取代掉奶油跟面粉，做成那种爽脆的口感，在甜点里面的表现是。然后所以苹果就在下方做成焦糖苹果，就把苹果皮放在上面当做装饰。所以上面弯弯那个呢？这就是苹果皮。这个就是苹果皮。对，它居然可以变身的这么漂亮、华丽、有艺术感。是，然后下方蛮有趣的是，我用的这个搭配的是米布丁。那用的米是竹东庄正登县的桃园3号的有机香米，曾经连续3年得到全国10大经典好米的冠军。有一次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你这么厉害，可以种出这么好吃的米？有没有什么秘诀可以跟我分享？”他笑笑的讲了一句很严肃的话，他说：“土地是活的，植物才会活；植物是活的，人才会活。”什么意思呢？他用自然农法让土地肥沃，植物靠土地的力量长大，人类来吃这样的一个食物对人体才会有帮助。然后米布丁的另外一个材料呢是牛奶。那我们今天用的是鲜乳坊的合作牧场，在彰化福兴。这个牧场非常非常有趣，它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牧场，可是又非常重视动物福利。现代化的意思是，牛的牧草不是人送，是机器人在送，而且牛还要 SPA 机啊，它躺累了，它自己就去做 SPA。然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在牧场的牛挤牛奶这件事情，通常是人类来决定什么时候帮牛挤牛奶。是。但在这个牧场不是，是牛决定吗？是是牛自己决定的。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牛可能觉得自己胀奶不舒服啦，它就会自己走去挤奶去排队。它是非常重视动物福利的牧场。是，所以那边的牛权高涨。好，不过我们刚刚听了这个张主厨在那边讲这些故事，现在我知道为什么大家喜欢去你餐厅说菜，而且被你圈粉了啊。不过听说你当初立志要当主厨，是因为一部电影，是成龙的电影啊，叫做《快餐车》，对吧？哇，这部电影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比较年轻的观众朋友，搞不好都已经忘记这个电影了。但是怎么一个快餐车造就了一个这么厉害的一个主厨呢？这是一段很有趣的故事。不过更重要的是，当您入行之后，其实你是学食品出身的，没错。然后当你入行之后，你才发觉说，哇，为什么台湾人有这么多不重视食物的一个态度呢？要怎么样来导正呢？你开始就开始发愿，是不是？其实希望能够改变这一切嘛。是其实我觉得大家很重视，比如说你的衣服的
材质，哪一个设计师，你的车子的性能、手表的品牌。可是好像大部分人都不重视你吃到肚子里面的东西是从哪边来，还有它是怎么做的。是，所以在30年前，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不合逻辑，然后就想说，那要做什么呢？就市场买什么菜就做什么菜。然后为什么会成立这件事情？原因是因为，譬如说我们从小到大，下班或下课回到家里面，你会跟妈妈讲说：“妈，今天晚上菜单给我看一下吗？”应该没有吧？对啊，不会啊，妈煮什么就吃什么。所以其实我们从小就习惯无菜单啊。那真正的无菜单的这个叫无菜单耶，对，是不是？而且妈妈很难的，因为她每天客人都一样，所以妈妈到市场去，可能看到她觉得当季的很棒的一些食材，或者她觉得你需要的食材，她就回家准备。所以我觉得其实料理的源头应该是这里，出自于爱。那因为你爱这个家人，所以你会在料理的方式、料理的食材的选择，甚至调味料的选择，都会多一点用心。对。那一样的概念放到餐厅里面，当客人在预约的时候，在30年前，其实大家会说：“那我要吃什么？为什么要预约？”我说：“我也不知道吃什么。”他说：“现在预约1个月以后。”我说：“对啊。”他说：“那我可以点菜吗？”我说：“没有。”我说：“因为我不知道我要煮什么。”也不知道当天会进什么食材。是，所以其实还蛮有趣的这个过程。对，那一直到现在，可是因为你不知道要吃什么，就信任我来到这家餐厅，我觉得我应该要能够让客人理解你吃了什么东西。这是一开始的说菜。但是你的说菜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那就是永续。当然，其实如果你了解那个米的由来，你了解那个牛奶的由来，你就不会把它留在盘子里面了。因为你会珍惜它。对，因为你知道它得之不易，你知道它的来源，所以我觉得这是处理剩食的另外一件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让消费者充分理解你的食物从哪边来。这件事情真的太好了，有这么好的美食，对不对？我干嘛要剩食呢？我就一定会把它吃光啊，对吗？好，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丑食。好，现在其实也很流行丑食革命。没错，其实以丑蔬果来讲，食物的食材本身它并没有美丑，那是人为去定义它。那它会有这个差别，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叫做所谓的不合规商品。但是以胡萝卜为例来讲的话，如果今天它胡萝卜它会翘脚或它是转弯，那是因为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它可能撞到了石头。它撞到了石头之后，然后它没有被生活所屈服，它很勇敢的转个弯。去绕过了那个石头，所以你会看到那个胡萝卜，它最后是弯的或是翘脚之类，是因为它是非常有生命力，而且是很聪明的。那这么好的，你好会形容哦，不屈不挠的胡萝卜。这么好的胡萝卜，怎么不可以把它买回去呢？这样子。好，所以我们以后去菜市场要特别挑不屈不挠的胡萝卜。好，稍后回来我们就来谈这个问题啊。其实气候变迁造成的这个粮食短缺的问题，的确是已经到了刻不容缓，而且大家真的要来面对的事情了啊。所以科学家就在研究说，那现在我们吃的东西有没有一些替代品啊，可能可以帮助大家来减缓这个所谓的粮食危机呢？比如说人造肉就是一个例子，但另外一个很新的主流，听说是虫吗？你敢不敢吃虫？马上回来大挑战。本橘色的鲑鱼由主厨切成生鱼片，加上现削的黄柠檬皮，爽口鲑鱼握寿司就完成了。外表乍看没什么特别，但这鱼不是从海里捞上来，也不是养殖的，而是来自实验室。The texture is so close. The firmness of the fish, the color of the fish, the striations, the oiliness. 连主厨也惊叹，毕竟真鱼的口感。这个由旧金山青创公司在实验室人工培养出来的鲑鱼，是继人造肉之后的最新食物革命。Typically, when a fish is harvested, there's so much of it that is just discarded. So things like, the fins and tails and guts and parts that, we don't consume. And so when we started Wild Type, we wanted to really focus on just in the most efficient way possible, create just what we eat. 这几年由于气候变迁，海水温度上升，导致野生鲑鱼产量暴跌。鲑鱼在美国海鲜市场销量排名第2，仅次于虾。要因应如此庞大的消费量，光靠野生或养殖已经不够了。这间公司利用真正的银鲑鱼细胞，在实验室培养出一般人食用的鲑鱼部位。
Fish stocks are declining, oceans are warming, planets warming up, and there's been a lot of movement toward alternative proteins, right, across the board, as a way to create another choice, another solution, another option for consumers that might be a little bit easier on the planet. 镜头转到欧洲，另一项革命性的食物是这些细细长长的面包虫。欧盟成员国5月初批准了一项有关食品的建议，将面包虫列为新颖食物。Chips. Ja, ne? Ein bisschen trocken, aber sonst ein bisschen wie ungewürzte Chips. Was sagst du? Ich finde, es schmeckt nach nix. Weiter. 面包虫是一种甲虫，富含蛋白质，营养价值高，价格低廉，经常被当作宠物的营养补充来源。今年1月，欧洲食品安全局就认证过面包虫安全可食用，预计再过不久就能出现在欧洲各国超市货架以及餐厅。 Mehlwürmer bzw. Insekten generell sind eine gute alternative Proteinquelle, weil sie sehr viele wertvolle Aminosäuren, also Eiweißbausteine enthalten. Sie enthalten auch mehrfach ungesättigte Fettsäuren, die Omega-3-Fettsäuren und Vitamin B, vor allem Vitamin B12. 之前有德国大学研究发现，食用面包虫的老鼠胆固醇降低了60%。研究人员表示，可以直接把面包虫当作蛋白质零食，或是磨成粉末食用。不过，得先克服吃虫的心理障碍。对甲壳类或是尘螨过敏的民众也不宜食用。 全球粮食不断在减产当中，到底有没有替代的粮食呢？好，我们刚刚报道当中就提到了人造肉，对不对？好，甚至还有用虫虫来入菜的哈。君成，你今天好像带了虫虫饼干，请问你为什么这几年开始要推广虫虫入菜这件事情啊？ 其实，在绿色餐饮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叫做低碳饮食。我们希望在食材的选择上，它是碳足迹是相对比较少的。那在餐饮里面，虽然植物性饮食会有很多的蛋白质的摄取来源，那但是还是有些人他就是想要吃到肉嘛。 那可是，如果以牛来讲的话，它的碳排量是高的。这时候联合国它就会在思考是说，我最优质的蛋白质、动物性蛋白质的摄取来源会来自于哪里？那就不太可能是牛肉啦。那这个时候其实昆虫就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动物性的一个摄取来源。所以以我今天像带来的像是虫蛹，或者是像是那个蟋蟀的话，其实如果我不跟你讲的话，你直接吃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可能是饼干。 或者说，如果它入菜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说它是虫。那以目前现在人类在饮食昆虫里面，大概有1700种的昆虫是可以吃的。我现在这样讲，虽然可能大家会觉得对虫可能会有些排斥，可是我举一个例子，在欧洲的话，他们在2次大战结束之后，日本开始经济发展，他们开始在欧美这边大量的开日本料理店。 那个时候，欧美人他会认为说，日本人吃沙西米是一种非常野蛮的一种行为，怎么可以吃生肉呢？可是30年过后，现在欧美人他们认为沙西米是一个很好吃的一个高档食材，甚至于是这个鱼肉如果不够好的话，还没有办法能够上桌。对啊。所以当我们现在觉得说，好像吃虫是一件不可想象、很可怕的事情的时候，其实。 也许只要30年，这整个饮食的观念，它就会得到很长足的一个改变。但如果有很厉害的主厨的话，就不需要30年，恐怕3年之后大家就改变了，对不对？其实主厨也有用虫虫来入菜过，对不对？不过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听说是全世界最难订的餐厅，叫做 Noma。 因为它是米其林3星，而且5度获得世界50大最佳餐厅的冠军。它在东京店有个招牌菜，就是这一道牡丹虾刺身配蚂蚁。我的天哪，这真的是蚂蚁上虾哦，不是上树上虾。那么主厨你也曾经试过用蟋蟀入菜，是不是？我找到在台湾有一个农场，它是专门养殖可食用的蟋蟀。然后我就因为。 这次的餐会里面，我想要表达一个永续的概念，也就是刚刚创办人提到，就是说，怎么样在未来可能它虫虫会是一个优良蛋白质的来源，是我们希望能够让消费者了解这件事情，然后试着慢慢的接受它。所以我创造了一道菜叫做野地，野地的概念是下方黑色的部分是用马铃薯。 然后做成这个土壤的概念，然后上方这个部分呢，其实是炸完油的亚麻仁籽的渣。 本来要丢掉当肥料，可是我觉得它明明就可以吃，为什么要丢掉呢？所以就拿来做成饼干，放在旁边，搭配一些baby leaf，
然后把可食用的蟋蟀稍微清油稍微炸了一下，它吃起来有点像咸酥鸡的风味，因为我后来撒了一点盐跟胡椒啊，所以就变成咸酥鸡蟋蟀。但是呢，您当时是怎么样跟他们推销说吃蟋蟀是跟永续还有未来是有关系的？2个概念，第一个概念其实是它不难吃。那未来很可能你只有这个东西可以吃，就像我们刚刚讲联合国的倡议。但如果我们现在做一点什么事情的时候，或许它未来不会是主食，而是配菜。如果你现在再不改变，它未来就会是主食。啊，这讲得太好了，对，所以大家就敲醒心中的警钟，对不对？好，今天非常谢谢2位的分享哦，非常的精彩。那么同时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全球还在掀起的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丑食革命。以后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千万不要以貌取食哦。但是怎么样落实到我们的日常当中呢？马上回来有精彩报道，请别走开。将表皮有坑疤、撞烂的部位去除，一般店家不要用的丑蔬果，对续食餐厅店长方义杰来说却格外珍贵。因为它其实是可以吃的，只是不好看。那其实，在消费者眼中，可能它就会被丢弃。所以，其实我们也是想要做减少浪费这件事情。因为所谓的不合格，往往只是卖相不佳。收取果菜市场及卖场的剩余蔬果，只要简单调味，做出来的料理一样美味。你好，这是你的番茄沙拉。菜色一端上桌，很难想象是由人人嫌弃的丑蔬果所制成的，但有越来越多消费者愿意接受。一开始我觉得大家会疑虑的话，可能是对于食材上可能会以为是2次加热。那其实我们使用上都是新鲜的食材，只是再去做调味，所以不会有这种问题。那客人其实习惯之后也都蛮了解我们在做的事情。这间续食餐厅还设有享食冰箱，主要会收集各地当天卖不完或是卖相不好的面包，重新包装后呢，上面会写上食用期限，任何人只要你有需要都可以来免费领取。希望以食物再利用的方式来减少不必要的食物浪费。跟卖场及面包店合作，1周下来分享出去的面包就达2公吨，让食物的价值得以延续。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全球每年浪费掉的食物就高达33%，约13亿公吨。剩食大多被送往垃圾掩埋场，在分解过程中会造成超过20亿公吨的碳排放，加剧气候变迁。这些被浪费的食物，它造成全球大概10%的2氧化碳排放比例。如果以国家的把食物浪费当做一个国家来看的话，它可以排在全世界第3名的高碳排的国家。尤其在高收入国家，剩食比例更高。美国有35%的食物是被消费者丢弃，高达2400亿美元。而在低收入国家，食物浪费原因可能是储存不当、设备与包装不合格。只是有那么多的剩食，全球为什么还有8亿人处在饥饿状态？有越来越多人以实际行动来杜绝浪费，而一场丑食革命也正悄悄展开。全球每年有多达1/3的食物是被浪费掉的哦，大约有13亿公吨。而剩食在分解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将近20亿公吨2氧化碳的排放，所以有效减少剩食还有能源的浪费，真的是刻不容缓了。今天非常谢谢你的加入，我是庄开文，我在T观点，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喽。